11000公斤吧，算不了吗？我有点震惊，微料现在竟然1万块钱1公斤都买不到。你们可能不敢相信，这是微料翡翠，是我3年前被坑10万的一块翡翠板料。当时朋友说我着急用钱，有块蓝水板料低价出给我，我就瞟了一眼，想都没想就转了钱。我自以为是一片真心，没想到是一腔孤勇。但是3年后的今天，我的孤勇竟然逆袭了，10万板料价格只增不减。今天我们就用这块逆袭的微料，从板料到毛坯到成品，一起来探一探这2年爆火的微料翡翠。首先，很多人都没听说过微料翡翠到底是什么呢？字面意思，微料是出产于危地马拉的翡翠，而不是有些人担心的危险的翡翠。可能现在你们看一下这个黑黑的板，可能觉得它很丑，也有人说它像是墨翠。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种水，可能这样子看不出来，但是我如果摆一个这种光，微料这玩意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采了，它也是天然的 A 货翡翠，只是一开始的质量都很普通，只有蓝水这一种，那时候还叫永储料，颜色发灰，看起来也不亮堂，被假装是老缅产的墨翠和老蓝水翡翠来卖。虽然这些翡翠也能拿到证书，但价格只有缅料的1/10，甚至更便宜，结果坑了不少人，比如我。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让微料背负了那么多年的骂名，几乎到了人人喊打的地步。但石头从来不会骗人，只有人会骗人，它只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，它有什么错呢？但是我又有什么错呢？为什么又骗我感情，又骗我的财？所以其实我对微料一开始是拒绝的，直到那天我多看了他一眼。怎么卖这个？啊，是吧？啊，不，挑多少1-2片吧，好不？几百，啊，几百几公斤啊？啊！看多少？我晚点再来看吧。晚点那个100吧，那个卖的这么快？是啊，看随便打包卖。听到没？现在都是打包卖的了。但是关于微料的辨别，我问了很多人，都发现目前只能靠经验。从外观上判断，比如大部分的微料都是灰蓝色，光泽度不好，带标志性的雪花棉；满绿微料颜色偏蓝发暗，边缘有明显的黑边，只能做得很薄等特点。但随着微料的品质越来越高，这些特点在逐渐消失。光感变好，还有了荧光，越来越多的玩家也重新认识到和接纳了微料。也是这个原因，我才在朋友的怂恿之下拿出了这块尘封的板料，看看能不能挽回一点点损失。超级冰，超级蓝的。现在这种种水的话，差不多起货出来能到达一个高冰的样子。这种料子的话，可能按公斤价打是买不到的。这个料子很奇怪，你看它的颜色，这里有一坨墨绿色，然后这里也是有一条墨绿色，其他的话都是偏蓝紫底的，看到没？它不是纯蓝的，它是偏这种蓝紫底。我们看它这个裂，它这个最有价值的手镯部位其实就是在这里。这边的手镯的话，一条差不多去到的是2万块钱左右，但是像这边的手镯就不值钱，这边的手镯一条可能就是1万不到，价格相差很大。同一个板料上，品质高的和品质差的价格差了有1倍多。这时大家又会开始替我担心了，这玩意听说会变种变色，你放了这么多年了。其实无论是哪种翡翠，如果本身其种水不够，肉粗种差，一样会变种变色的。但是在幸运 buff 的加持下，它还好。这块板料是属于危地马拉的白皮料，皮壳非常干净。排除这2条大裂以外，其他地方的纹裂情况并不复杂。我预估能从这块板料中取出8条手镯。跟大家印象中不同的是，这块板料的货头并不是这里的绿色，而是右边质地比较干净的部位。你现在汗流的就像做翡翠的老谢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是拿这一板料去工厂找师傅给它压出来。工厂师傅正在做压镯配的工作，这块板料我们预设了8个镯位，我是打算先起1条看看效果，再决定继续起货还是转手做个中间商。我就怕这个东西压出来的饼，然后会冒一条侧裂出来。压出来了，压出来了。没有啊，没有侧裂，还好幸运 buff 还在，侧裂并没有发生，只有这里有一点点，不过这里一点点，到时候稍微倒一下就没了，就这有一点侧裂，其他地方都是完美的。但我感觉压到现在这个手镯饼，种水看看还是一般般。说实话，我当时还是有点期待成品的，无关于那10万能不能回来，而是出于所谓对微料高货的一种好奇。这就是出来的样子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我感觉还是不错的，有点小甜水的感觉，蓝色深浅适中，不过分鲜艳刺眼，也不会过于暗淡无光，而是呈现出一种冰透而柔和的美感。现在是我们这个手镯这么一个自然光的效果，然后我们现在再去看一下室内。
打光的一个效果。微料这个东西，它其实打光和不打光差距还是很大的。你看我们现在不打光的话，它整体都是灰灰的这么一个感觉。看没？打灯它起光了，起那种杠性的。这种品质的微料的话，它在整个微料的所有的种水里面算是比较好的一个。能出这样的微料的话，它的石头是那种很大的没有皮壳的原生矿，能取种水这么好的一条手镯出来，其实很难。我也不妨跟大家说一下价格，这条手镯是2万多卖掉的。你2万多想去买一条冰感这么好的免料手镯，10年前可能都买不到。微料的话可以帮我们完成心愿。这块板料也可以说是我因祸得福吧，也让我对微料市场有了新的认知。在玉雕师眼里，任何材料都值得被尊重。山染青山，心染墨，有那么一点想法。这个东西它的上限也就是这样子，它没有办法做出冰种啊，做什么出来。我把皮去了，可能连200都卖不到。我不是对微料有意见，只是对市场的乱象让我不愿意去碰它。现在大家愿意打开天窗说亮话了，我也挺开心的。说实话，就像墨商钻，虽然其稀缺性可能不及钻石，但是它同样以璀璨的光芒和同样的色彩吸引着人们的目光。同样的，微料翡翠虽然可能在某方面不及免料翡翠那般的稀有和珍贵，但它同样拥有独特的质地、颜色和纹理，能够满足一部分消费者的审美需求。就像那个什么海洋之心一样的。这个手镯只要2万多，杀了我都不相信。正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在珠宝首饰的世界里，没有绝对的好与坏之分，只有合适自己的才是最好的。像这种高品质的蓝微，它一般都是出自于原生矿，没有皮壳的，然后是那种山料炸开来的。由于它的矿物形成的原因，然后再加上后期的这么一个开采的原因，它里面的裂纹会非常多，这就导致一个问题，隔路不大，取手镯特别难。能取到一条像这样的手镯的话，1000公斤里面才有这么一块料子能够放片出来压这样的手镯，不容易。这块料子我们又赚了。当时那个板我们只能稍微感觉得到它是有种水的，但是压完套完那个手镯胚之后，我就发现这个东西它不一般。最后取完货出来真的很惊艳，2万多，什么概念？2万多能买一条冰种的翡翠手镯，还是60圈圆条。而且起杠了啊，10年前都买不到。下课。